女老板胡海珍年过30，事业有成，人长得也漂亮，丈夫张庆明对她更是呵护有加。然而，家庭事业双丰收的胡海珍却一直有块心病。由于丈夫患有不育症，两人结婚多年都未能生下一儿半女，连试管婴儿都尝试多次，却始终未果。夫妻俩也因此多次爆发争吵。这种事儿不能急，得凭运气。如果命中注定无子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别说了，现在不能生育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凭什么要陪你过这种一辈子享受不到的人间天伦的日子？没想到求子心切的胡海珍，最终竟硬逼丈夫答应了她一个荒唐至极的想法，而这个想法便是借种生子。刚刚大学毕业的叶寒涛就这样落入到胡海珍的视线中。当叶寒涛来到公司面试的时候，胡海珍一眼便相中了他。你瞧你，别那么紧张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看着腼腆帅气的叶寒涛，胡海珍越发的心花怒放，马上录用了叶寒涛。你好好干，公司啊不会亏待你的。胡海珍充满侵略性的眼神让叶寒涛不禁手足无措起来，但很快又为自己找到工作而暗喜不已。殊不知胡海珍对他是别有用心。面试完叶寒涛后，胡海珍马上来到会议室，向自己的丈夫汇报情况。老公，我看这孩子还不错，年轻又健康。胡海珍已经选定叶寒涛做自己的借种对象。张庆明对妻子的这个决定虽仍百般不愿，但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之后胡海珍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他多次以上级的身份关心叶寒涛，这天看到叶寒涛主动加班，更是以鼓励表扬为由请叶寒涛吃饭。叶寒涛顿感受宠若惊。而席间，胡海珍开始不停地向叶寒涛灌酒，没多久叶寒涛就醉得不省人事。胡海珍见状，便将叶寒涛扶到了酒店。看着酩酊大醉的叶寒涛，胡海珍短暂犹豫后把心一横，开始宽衣解带。为了能拥有自己的孩子，他和叶寒涛共度了一夜春宵。次日清晨，叶寒涛以为自己酒后乱性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但胡海珍却跟没事人一样，不仅对叶寒涛一如既往的笑脸相迎，还找机会偷偷塞钱给他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看到胡海珍如此媚态，担心惹祸上身的叶寒涛很快将心中的不安一扫而光，并窃喜不已。之后只要胡海珍有需要，叶寒涛便会马上跟着出去幽会。睡一觉挣钱的，喝得过瘾。令胡海珍万万想不到的是，两人几番深入交流下来，叶寒涛竟也开始打起了如意算盘。叶寒涛觉得胡海珍虽然年龄大他不少，但也算有几番姿色，如果能想办法娶到她，到时岂不是财色双收？可他怎样都想不到，自己即将被无情的踢开。经过叶寒涛不懈的耕耘，胡海珍的肚子终于有了动静。这晚，沉睡中的胡海珍突感胃中一阵翻江倒海，她慌忙拿着验孕棒跑进了洗手间，结果竟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。短暂激动后，胡海珍马上想到了什么，第一时间将验孕棒冲掉了，显然是不想让叶寒涛发现。叶寒涛走上前来关心，胡海珍谎称只是吃坏了肚子，然而包里未使用的验孕棒却出卖了他。叶寒涛急切地询问孩子是否是他的，可胡海珍却立刻否认，称她最近也经常和丈夫在一起，孩子也很有可能是丈夫的。叶寒涛闻言只能黯然低头，没有再追问下去。借种计划成功，此时胡海珍显然已经开始琢磨如何甩掉叶寒涛，然而她真的能如愿吗？第二天，胡海珍便兴奋地来到丈夫张庆明跟前，向他汇报自己怀孕的好消息。趁叶寒涛还没有发现之前，赶紧想办法把他弄走。自己的妻子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张庆明此时的心情显然是憋屈不已，担心东窗事发名誉扫地，夫妻俩马上开始计划如何赶走叶寒涛。为了避免叶寒涛起疑心，夫妻俩一番商量后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胡海珍竟拉着叶寒涛去做亲子鉴定，可在医院门口，叶寒涛却又接到了张庆明的电话，让他立刻回公司一趟。叶寒涛只能匆匆离开，丝毫没料到自己早已中了夫妻俩的圈套。张庆明这是故意将叶寒涛支开，以便胡海珍委托医院里的熟人伪造亲子证明。随后，胡海珍又拿着这份证明找到叶寒涛，假装失望地告诉叶寒涛，孩子是她和丈夫的。寒涛，
我可是要快做妈妈的人了，我不希望将来因为我们的关系伤害到我的孩子，所以我看咱们还是不要继续来往。胡海珍趁机向叶寒涛提出了分手，他希望叶寒涛明天就提出辞职，自己则会给他20万分手费。胡海珍本以为叶寒涛会就此放弃，可他万万想不到，事情竟开始朝着反方向发展。20万就想把我甩掉，没门！第二天，叶寒涛还是和往常一样准时到公司上班。张敬明看出叶寒涛是赖上了胡海珍这棵摇钱树，不会轻易放手，放任不管的话，必定后患无穷。他想要钱，我偏偏1分钱都不会给他。一计不成，张庆明又生一计，他把叶寒涛叫来办公室，下达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并令其后天必须完成。叶寒涛走出门来，正好撞见了同事小韩。可小韩看着叶寒涛手中的文件，脸上却露出了不解的表情。原来这个案子一直都是由他独自负责的，为何现在却跑到了叶寒涛的手上？小韩没有直接问出口，而是向张庆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。张庆明则解释称，公司对这个案子抱有极大的期望，担心小韩独立难支，便让叶寒涛也参与其中，以培养两人的竞争意识。末了，张庆明还特地吩咐小韩，刚才的话一定要对叶寒涛保密，免得影响他的工作情绪。而拿到任务的叶寒涛此时是激动不已，以为这是向公司证明自己的大好机会，全然没想到自己已经踏入到张庆明设下的陷阱中。第二天，张庆明突然怒斥叶寒涛没能按时完成任务，害公司险些砸了招牌。叶寒涛顿感委屈，因为张庆明交代的截止日期明明是明天，怎么突然改成了今天？然而张庆明却丝毫不给叶寒涛解释的机会，直言要让他赔偿公司遭受的损失。憋了一肚子火的叶寒涛下班后向小韩大吐苦水。小韩得知叶寒涛的遭遇后是同情不已，便将自己做过同一项任务的事说了出来，并提醒叶寒涛张庆明是在故意整他。叶寒涛不禁恍然大悟，连忙向胡海珍请求帮忙，说张庆明可能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不料胡海珍却顺势催叶寒涛辞职，说再这样下去，两人的关系迟早会被发现，到时候自己怕是要被分去一半财产。胡海珍的绝情让叶寒涛怒火中烧，他一边在心中咒骂着胡海珍，一边撕扯着墙上的照片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想法涌入了叶寒涛的脑海中，他决定要向胡海珍发起报复。隔天，叶寒涛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了张庆明，并神秘兮兮地叮嘱他一定要看。张庆明打开文件袋，里面竟是叶寒涛和胡海珍的亲密照片，这可气坏了胡海珍。他怒斥叶寒涛是在做无谓的挣扎，说只要他有孕在身，张庆明根本不会拿他怎么样，反倒是叶寒涛一而再再而三的添乱。借着这场意外，胡海珍直接宣布正式开除叶寒涛。叶寒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，他一直以来迎娶女富豪、实现财色双收的梦想也破灭了。张庆明夫妇本以为可以就此高枕无忧，但之后发生的一连串意外却掀起了新的波澜。从胡海珍的公司离开后，叶寒涛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。就在他郁郁寡欢之时，他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小韩，许久未见，两人便来到饭店里叙旧。可在包厢外，叶寒涛却听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。昔日的相好胡海珍竟也在这家店里。从胡海珍和好友的交谈中，叶寒涛隐约听到了伪造亲子鉴定报告的字眼，还听到孩子生下后不久便被查出患有先天性疾病的消息。你们俩的血型应该也不至于生出个容雪儿来啊。谁知道呢？现在什么怪病没有啊？那倒是。两人的谈话明显透露出很多信息，可此时的叶寒涛却并没有往深处想，还幸灾乐祸地咒骂胡海珍活该。可回到包厢后，小韩所说的话却在叶寒涛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。小韩告诉叶寒涛，张庆明最近喜得贵子，高兴之余给员工发放了不少奖励，只是这孩子诞生的过程有些曲折。由于张庆明患有不育症，胡海珍婚后一直没能怀上孩子，夫妻俩便打算尝试试管婴儿。可接连几次失败后，胡海珍和张庆明之间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。而胡海珍名义上是公司的大老板，但各种资源却都掌握在张庆明的手上，因此胡海珍不敢轻易离婚，否则公司指定要倒闭。在张庆明的坚持下，
胡海珍同意最后尝试一次试管婴，没想到这一次还真就成功了。这些都是小韩在无意间偷听到的。回到家后，叶寒涛反复回味着小韩说的话，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如果是试管婴的话，那胡海珍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可他却执意要去做亲子鉴定。再联想起胡海珍在饭店里和好友的谈话，叶寒涛很快意识到自己被胡海珍耍了。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，孩子的亲生父亲恐怕就是自己。这一刻，叶寒涛再也坐不住了，心有不甘的他很快找到胡海珍，直接拆穿了对方借种生子的阴谋，并质问其是否敢再和他去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见胡海珍拒不答应，叶寒涛竟大摇大摆地来到张庆明面前。张庆明，你别忘了，你老婆生的那个孩子可是我的。这句话立刻激怒了张庆明，他当即叫来保安，将叶寒涛撵了出去。然而叶寒涛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又打电话给胡海珍，威胁其到约定的地点见面，否则他就把两人之前的亲密照传到网上去。无奈之下，胡海珍来到了两人曾数度缠绵的酒店里。叶寒涛提起胡海珍曾答应过要给自己一笔分手费，然而大半年过去了，他一分钱都没拿到。胡海珍闻言马上答应会支付这笔费用，但叶寒涛必须立下字据，承诺从今往后永远不得出现在他们一家人面前。然而叶寒涛抓住了胡海珍的软肋，并没有轻易答应，他竟坐地起价，将分手费直接提高了数倍。胡海珍想尽快摆脱这个麻烦，尽管心中百般不情愿，但还是和叶寒涛互相立下了字据。不料张庆明得知此事后却勃然大怒，当初他把妻子推入别人怀中，已是做了极大的牺牲，现在不仅反被讹一笔钱，还要时刻担心对方泄露秘密，这口气如何能吞得下去？胡海珍则劝丈夫不要再继续追究，叶寒涛已经立下了字据，他不想再节外生枝。如果让外人知道了，会怎么看我张庆明？我他妈就是一个乌龟王八蛋！没人能料到意外竟在此时发生了。胡海珍太专注讲电话，全然没有留意到背后驶来的货车。随着一声惨叫，胡海珍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车祸造成胡海珍当场死亡，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也彻底改变了叶寒涛和张庆明的命运。张庆明再三思索之下，还是将约定的金额打给了叶寒涛。然而叶寒涛却不肯就此罢休，他认为孩子的母亲既然已经去世，那孩子的抚养权就该归属于亲生父亲。忙于工作的张庆明此时还不知道妻子的死讯，他怔在了原地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而叶寒涛要做的，竟是想通过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以达到继承胡海珍遗产的目的。等着法院传票吧。叶寒涛带着得意的笑容转身离开，任由张庆明愣在原地茫然无措。一场荒唐的求子闹剧，最终竟闹得两败俱伤。胡海珍夫妇可以说是家破人亡，而叶寒涛在膨胀的欲望下所做的一切，却也涉嫌敲诈勒索，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